Hello，大家好，又到冉说财经的时间，今天要带您一块关心您我最在乎的就是日后退休生活要运用的庞大资金又该怎么办？告诉您，靠山山倒，靠人人老，靠自己最好。真的，在未来退休生活所要用的钱，非得靠自己不可。那是因为您晓得吗？就在今年，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而且呢，未来的生活压力很大，庞大的资金得要趁自己年轻的时候，有体力赚钱的时候，赶快累积未来退休生活所需要的财富。所以呢，退休理财一刻也不能等。先来认识一下什么叫做超高龄社会，它是一个算术哦，也就是呢65岁以上的年长者除以该国的总人口数。然后看到，如果这个比例呢超过了7%，也就是100个人当中有7个是65岁以上的年长者，那么叫做高龄化社会。如果超过14%，叫做高龄社会。所以这个数值如果超过了20%，就是每5个人就有1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那么叫做超高龄社会。刚刚讲的台湾就是在今年进入超高龄社会。先看日本。日本呢，在1970年进入高龄化社会，然后到2008年来到了超高龄社会，时间历时了38年的时间。而台湾呢，台湾在1993年是迈入高龄化社会，今年2025年是进入到超高龄社会，这么一算，32年的时间。对，您没看错。也就是呢，台湾进入到超高龄社会的时间比日本38年还要来得短，我们只花了32年，意味着台湾人口老化的速度是比日本还要来得快。有一个数字足以佐证，也就是2020年到现在长达6年的时间，我们台湾自然人口增加率竟然都是负数，也就是呢，出生人口小于死亡人口。人家常讲的生不如死就是这样。所以呢，人口老化速度现在是越来越快。换句话说，如果这种情形不做改变的话，那么根据国发会的统计资料，到了2070年，右上方就是你所看到的我们台湾的人口结构图，类似倒三角形，也就是呢，老年人口非常的多，青壮年、年轻人出生人口是越来越少。您可知道，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比较不利的这样的人口结构图，因为呢，年长者多，国家社会的财政负担也就多。可是呢，年轻人、青壮年，他才是真正的该国家的主要的生产动能，反而人口数是越来越少，而且到了2070年，扶老比可是1:1，也就是一个年轻人要抚养一个年长者，所以年轻人的负担是非常的重。那么老人家呢很重要，趁着还没老之前，现在还有体力，还年轻，那么就得想办法趁年轻的时候，为自己未来的退休生活准备累积退休的财富。举个例子来说，如果现在您是35岁到45岁，那么到了2070年，您就是80-90岁的老人家喽。如果您现在是25岁左右年轻人，那么到了2070年，您就是70岁的年长者。换句话说，趁着现在，如果您是25到45岁的年轻人啦、青壮年啦，赶紧哦，趁现在还有体力、还年轻，赶快做好自己的退休理财规划，累积财富，到最后您到2070年才有办法靠自己累积下来的钱照顾养活自己。刚刚有说，为什么在强调退休理财之重要性？那是因为您不可能单靠自己的死薪水。根据主计处第1季的统计资料，我们国人的平均薪资是4.7万，没错，4.7万。你听了之后会觉得怪怪的吧？怎么感觉自己的月薪好像只有36000、37000、38000左右？一来是被通膨给吃掉，第二个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内有部分高薪者把国人的平均月薪资给往上拉，所以再次提醒您，现在如果您要为未来的退休理财开始做规划的话，那么没有办法只靠您的单一薪水，得要好好的为理财累积财富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年轻人怎么做。其实台湾年轻人的投资理财做得真不错，我们可得跟年轻人好好学习学习呢。跟我们以前想象的年轻人投资理财不一样，以前总认为年轻人投资理财很敢冲，风险意识啊很低，然后呢喜欢冲来冲去啦，很投机啦。不，
都不是这样。来看一下资料，也就是呢，根据证交所统计到3月份为止，我们国内自然人的开户人数是1326万人，30岁以下的开户总人数是220万户左右，年增幅度32%，这是所有年龄层开户人数最多的一个年龄层。跟大家做一下报告年轻人现在的投资理财观念非常好。刚刚不是讲吗？30岁以下的年轻人开户数是220万，我们就把这个220万仔细看看今年的第一季今年第一季30岁以下有在交易买卖的年轻人大概是100多万人，然后我们就把这30岁以下100多万人当作分母，然后其他的选项当作分子一比较，您就知道了。当冲比年轻人竟然只有5.1%，换句话说，多达95%的年轻人是不做当冲的。也就是年轻人的风险意识其实非常好，知道怎么去风险控管，所以呢，他们减少做当冲。另外呢，还有34%他们是定期定额好的投资方法，也就是呢，30岁以下的年轻人每3个就有1个保持好的投资习惯，就是固定的长时间的定期定额。另外，更高达75%的年轻人是零股交易，换言之，他们每个月的薪水就算是不多，但不打紧的，每个月还会固定的拨一点点钱，然后有机会就让自己做投资零股交易，这叫自律能力非常的强。也许您会问，那为什么年轻人他的投资理财观念这么好呢？尤其是台湾的年轻人跟您报告，因为呢，股神巴菲特有在教，理财最前线有在教，年轻人也都知道。94岁的股神巴菲特即将要退休了，所以呢，巴菲特就给这些的年轻人，他说，如果这些年轻人呢，您要为未来的退休生活进行提早的理财规划的话，那么2件事情一定要记住。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专业的财务知识，你要懂得看每一家公司的财报会计得懂一点点。那么该公司到底业绩好不好，未来接单如何，您全部都知道。持有的好公司就是怎么挑。另外呢，还要建立起正确的理财观念。什么叫正确的投资观念呢？像刚刚的长时间的投资、定期定额、放长线，叫做正确的理财观。然后呢，他倒是建议可以选择那个指数型基金，像我们不是有这种指数被动型的 ETF 吗？它就是一个好的投资方向，股神巴菲特的建议。另外呢，持有的股票刚刚讲了，可以透过了财报啦，每年逐季的这样看，审视一家好公司。当然，第2点很重要，他说呢，最好是放长线，采长线的投资策略，避免短线的进进出出、炒作啦、投机啦，这些都不要，就是这2大原则。所以总结来说，一个国家好的资本市场是要让年轻人，让他变成一个可以长线投资的资本家，而不是一夜致富的赌场，变成赌鬼，不是这样的。换句话说，我们台湾现在就在今年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社会，所以要教给每个国人正确的投资理财观，才有办法为未来的退休生活累积一定的财富。但是谁来教呢？不是单一的媒体、单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政府、企业、学术界都有责任，一定要把年轻人每个国人都给教会长线投资、定期定额、不要断这些等等正确的长线投资理财观念，才有办法为未来您的退休生活累积一定的足够用的财富。所以要让自己的退休生活活得快乐、活得有尊严，一定要学会退休理财。常听人家讲年老了最怕3件事情：怕老、怕病、怕穷。老跟病我们解决不了，无法操之在我。所以我们现在这一集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做的，教会大家要做的，就是老了不要让自己变穷，退休生活才会过得好。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台湾在今年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社会，所以呢，为自己趁年轻的时候，未来的退休理财规划一刻也不能等。那么这个礼拜的重要大事情，礼拜3、礼拜4，美国要公布5月份的 CPI， 还包括了 PPI。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报告一下4月份的通膨率，美国的4月份核心 CPI 是2.78%，PPI 呢是2.4%，CPI 是2.3%。乍看这些的通膨数字都是往下掉，但我要告诉您，这有一点点假象，因为现在呢，所有的国家在川普关税政策之下，都还是在90天的宽限期。换言之，您得等到7月9号。
8月12号之后90天的宽限期这么一过，通膨的数字是不是往上做拉高？尤其在下半年。另外，来到了礼拜五，密大要公布6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提醒您，已经连续2个月，密大消费者信心指数都停留在52.2，因为大家怕呀，怕未来的通膨数字会飙高，怕未来的东西会越来越贵，所以呢，礼拜五密大同时会公布未来1年的通膨预期，提醒您，未来通膨预期修正值是掉到6.6%，但是这个数字依旧是44年来的最高水准，所以咯，通膨的预期才是影响消费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个礼拜的重要数字，但礼拜1、礼拜2是台湾的进出口，5月份的户口统计资料，大家都可以掌握一下了。这就是这一集瑞涵说财经，下个礼拜天晚上9点，我们再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天降馅饼必有陷阱，预防诈骗人人有责。如有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